Coinbase 发布一份超级乐观的报告，大喊12月比特币要复苏反弹了。紧接着又看到我们熟悉的多头总司令微策略上周又默默买入了1万多颗比特币。现在大家都非常期待年底的圣诞行情，也非常期待本周联准会的降息。Coinbase 说的那些利好真的能兑现吗？联准会降息会不会反而变成利多出尽的丧钟？今天这集影片呢，我们会把 Coinbase 的报告逻辑、联准会降息背后的猫腻，还有技术面上那个令人窒息的关键阻力带逐一讲清楚。在开始之前，老规矩，本片所有的影片内容呢，仅代表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。加密货币市场波动剧烈，投资前请务必做好自己的功课，在这个市场当中，保证本金永远是第一位的。首先，我们深扒一下那一份 Coinbase 的报告。作为美国最大的合规交易所， Coinbase 的观点一向是华尔街机构的风向标。他们在最新的报告里给出一个非常诱人的结论：比特币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，12月呢将迎来强烈的反弹。他们看涨的逻辑呢也非常硬核，在这里呢我们总结了3个点也就是核心支柱。第一的话就是联准会的宏观大水要来了。报告认为，市场目前最大的催化剂就是联准会即将到来的降息。逻辑是这样的，降息一旦落地，资金成本降低，美元势必会走弱。历史数据告诉我们，美元走弱跟比特币上涨有着超强的负相关性。Coinbase 认为，这将鼓励投资者把钱从银行债券当中拿出来，重新投向比特币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。第二是机构需求仍然强劲，虽然我们前阵子看到 ETF 有流出，但 Coinbase 的分析师指出，那只是短期波动。他们观察到，在第一位在机构买盘时，其实一直在托底，特别是经历过11月底的那一波清洗杠杆，多头被杀干净。现在市场的结构比之前更健康，车子轻了，拉盘就自然更容易了。第三是年底效应，报告当中特别提到了圣诞行情。历史上12月往往是资产价格表现不错的月份，机构呢为了年底财报好看，往往会有一波推升价格资产的动力。听完这3点，宏观有降息，微观有机构筑底，那时间上的话有圣诞节助攻，是不是觉得逻辑满分？是不是觉得12月冲破10万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？但是朋友们，币圈混了这么久，如果赚钱只要看懂这个逻辑，那大家都财富自由了。这里面藏着几个巨大的 bug。就拿美联储降息这件事情来说，首先金融市场最讲究的就是预期。 Coinbase 说降息利好，但问题是这个降息预期市场已经炒作多久了？从11月比特币在低点开始反弹，其实就已经把这个降息的利好给消化掉了。比特币如果没有这个预期的话，可能早就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。现在利好真的要兑现了，但往往就是利多出尽的时候。大家不要觉得只要降息就是好，这次联准会呢很可能是一次鹰派降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鲍威尔虽然在会议上明确表明降息，但是呢他也会在会议上板着张脸说，通胀还是有一些粘性，经济还是比较强，我们未来降息要放得缓慢一点，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如果出现这样类似的话语的话，那就是鹰派降息，市场就会发现未来的降息路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通顺。那也就是说，虽然降息了，但并不会马上发出降息的暗示，这就导致摇摇欲坠的加密货币市场可能在未来面临更大的压力。所以对于 Coinbase 的看涨观点，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态度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最诚实的技术面，图表是不会说谎的。各位朋友请仔细看目前的走势，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乐观。比特币仍然处在9万美元上下进行盘整震荡。我们往上看，多头面临的压力的话真的是比较大的。压力的阻力点第一个在9万2000附近那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再往上是9万4到9万5美元的这个区域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这里呢汇集了3股强大的压力。第一，布林带的上轨压力。第二，12月3日创下震荡点的高点，那也是最关键的从10月高点以来形成的那条下行区域，这3股力量全部都集中在9万4到9万5这里。所以呢可以比较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比特币强势突破并站稳这个阻力区域之前呢，最好不要对 Coinbase 说的12月复苏或者圣诞行情抱有太大的希望。那如果冲不过去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如果短期下行的话，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下86500到88000这一带美元的支撑。那这里汇集了这几天的震荡低点，还有从11月低点开始，然后画上来的一条上行线呈现这点比较关键，这是多头短线的生命线。如果后续跌破了这个上行的支撑线，那整个市场的结构就会又坏掉了，多头的防线崩溃。那价格呢将会跌向8万4甚至是8万美元的空间，所以技术面结论很清晰，上方压力重重，下方支撑呢又岌岌可危，跳水的几率的话确实要比反弹来得更大。我也希望比特币能够越来越好，但现在看空是因为图表告诉我们需要看空。
如果比特币真的如有神助，或者是遇到微策略的大哥真的把价格买上去，突破了 9.5 万那个关键阻力位，扭转了10月高点以来的颓势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大方的承认错误，然后调整我们的偏空思维，反手做多就好。那这叫顺势而为啊。在这里呢，作为一个成熟的交易者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跟市场作对，要对各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心态。再说一下微策略，他们在上周买了1万多颗比特币，这大概就是比特币在上周一大崩盘过后奇迹般能够反弹的原因。但是呢，价格并没有因此大涨，反而是利好出来之后呢，价格仍然在震荡。这说明什么？市场上的抛压真的很重，连这种巨额买盘都只能勉强拖住价格推不上去，其实会存在一个潜在的危险信号。当最大的多头都在买，价格却涨不动的时候呢，往往就是主力在偷偷出货的时候。所以对于微策略的买额信息，大家也要辩证的去看。不要觉得有大哥买就不会跌，历史上大哥被套牢的次数也并不少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帮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心态上不要被新闻标题带着走，空一辈子说涨不一定涨，即便微策略买了也不一定稳，保持冷静看图说话。第二，宏观上联总会降息，但可能是鹰派降息，小心利多出尽变利空。第三，技术上关注 9.4 到 9.5 万的强阻力，如果不能突破的话，那么紧盯 8.5 或 8.6 万的生命线，跌破的话就撤。第四，策略上目前不适合左侧抄底，那尽可能不动，耐心等待方向。联准会决议前后呢，市场波动一定会非常大，主力呢也最喜欢在这种时候上下插针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提前预备好，就比如说我杠杆开低一点，止盈止损设置好，即便这一周或者是现在我们赚不到钱，只要不亏钱我们就赢了太多人了，等最终的方向出来再进场捡钱也不迟。那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，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，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、数字盲盒、体验金的奖励。另外，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，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。该权限的话，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，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。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，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，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、支撑阻力点位、清算关键位，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。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市场阴晴不定，还是要敬畏市场，减少开单，保护我们的本金。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，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。这些经验值的话，都将作为日后的空头凭证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头计划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，可能有部分观众也的 SYP 掉线了，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，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，我们会耐心解答。感谢支持。